我们今天画这一朵这个摇黄，这个摇黄是一朵朝下的。我们今天画一个不一样点的姿态，是一个朝下的这个摇黄哈。虽然说只有一朵花，我们把它稍微这个太正了，我们这样子画，把它稍微斜一下，稍微这样子斜着来一下，不要太正了，这样子朝下不好看，稍微这样子斜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开始还是来分解，首先还是来分解一下它的结构。我们每一次的分解就针对我们当时画的这朵花，那它这个结构它也是一个绣球形的，但是它跟我们平时画的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它这个球是在下面啊，球是在下面，然后后面的这个大花瓣在上面。我们同样的还是一样的，把它可以分为这个，我们就把它分为2层吧。直接就是2层，第一层和第2层。来，首先分解一下它的特征。好，我们第一层的特征可以看一下这朵花，第一层的特征，第一层它的花瓣是比较大的，它的花瓣比较大。然后颜色它也是深的啊，因为第一层这个大花瓣它虽然说在上面，但是它是比较早开的它是比较旧一点，它的花瓣的颜色会变得稍微暗一点，所以它的颜色还是这个深的。物象是实的。然后我们第二层它这个花瓣，这是一个球，第2层是这个球这里。花瓣它是小的，一看这个花瓣都是比较碎、比较小的。然后呢，颜色它也是，我们还是分为3层吧，因为它还是有一些虚的地方，啊。我们把它还是分为3层，1、2、3层。第二层是中间这一层啊，花瓣是小的，颜色它也是深的。那物象它是实的。那么第三层是这个最下面这一层，我们画的时候也按照这个层次来画啊，按照这个层次一层层的来画，先画哪一层怎么调色，再画哪一层颜色又是怎么调，每一层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微差我们都要把它调出来，之后这朵花它才会显得有层次感，才会好看一眼看上去它就比较灵动。为什么我们的花这么灵动，就是因为这个颜色的这种层次感要把它表现出来。好，第3层是最下面这一层，最下面层它的花瓣它也是小的颜色因为它是在朝下哈，朝下这朵花我们是把它掉过头来朝下的，所以说它颜色也是要深的哈，它是在下面，因为它是这个光线的问题，我们也要把它画成颜色是深的。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图片上看的它是浅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画成深的啊，画成深的。然后物象我们也把它画成这个实的吧，因为它是朝下，颜色会比较深一点，颜色深一点的地方它都是比较实的。我们在分解这个物象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根据我们实际上的画面，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而去改变，也不一定说每次都一定是按照这个图片一模一样。我们画是这个对照的这个物象是来源于生活，我们画是来源于生活，但是我们不能说跟它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画这个西方的油画，我们是画国画，我们要表达它的这个意境和这个层次感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完全按照这个物象来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就这样安排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用的颜色，大家看到了什么颜色？大家觉得这朵花上有什么颜色？来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，我们从这朵花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底色我们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啊，然后第2个我们用藤黄，第3个鹅黄，第4个朱标，赭石3绿。这个赭石和3绿是有一些地方会用到一点点哈，
有一些地方会用到一点点。在我们这个大花瓣，在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笔尖会用到一点点哈，这个颜色是只会用到一点点，但是也是要用。今天我们画一个圆哈，今天画一个圆，这个直径50，直径不能说50乘以50啊，这个圆只能说直径，没有50乘以50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一朵花，它是一个朝下的，画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从这里出枝。从这里出枝啊，叶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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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可以长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好，看一下，待会儿画的时候再根据情况，这里来一个嫩芽，后面也可以出来一个老枝干什么的。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构图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底色先调一个底色。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，太白和3绿我已经放到这个小碟子里了。我们加一些水来调和，加一些水把这个太白和3绿调和。好，这个太白和3绿。好，我们调好底色之后，把底色调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先调色。我们先开始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注意调色哈，调色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一些这个鹅黄，调一些这个鹅黄。好，调一点鹅黄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笔尖蘸一点朱标，笔尖蘸一点朱标。我们先来示范一下中间的这一层的花瓣，中间这一层是这一层啊，这个第2层，大家可以看。好，这个第2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。第2层这个花瓣，它的这个特征是什么？花瓣是小的，颜色是深的，物象是实的。好，这个小花瓣，我们怎么画？小碎瓣哈，小碎瓣，我们就这样去点。把这个小的这个花瓣直接这么去点它，会点吗？就像我们写字，哎，点提撇捺，就像写字一样哈，就像写字一样，各种各样的姿态，还有这种横，还有竖。
还有这样折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会写毛笔字吗？这样子折。这样各种各样的笔法，像写字一样，各种各样的笔法，你去点，让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笔法把它组合起来，它就会成一朵美丽的花。好，我们在笔上没有颜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颜色。好，再调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组合，给大家示范一个组合。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小碎瓣的这种组合。来，一笔、两笔，我们不用去数哈，我们不要去数，不要一笔、两笔、三笔的这样子去组合，没有的哈，我们这个是随意的组合。没有规律的随意的去组合，我教你们是方法，而不是教你们按照我这样子一笔一笔的，按照我的画法一笔一笔的去画。刚开始可以按照我这样子一笔一笔的画，但是我教了你们方法，你们要用方法去画，你们要自己去组合这个花瓣，以后画熟了要自己去组合。好，有一些很小很小，非常小这种小小的细节，但是我们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啊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。好，这偶尔会来一些长一点的、不一样的，有一些大一点的、浅一点的颜色，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区别一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。我们这个组合我就给大家示范这么差不多哈，差不多，再画一些各种各样的花瓣、碎花瓣去组合。每一个花瓣它都不一样，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花瓣我们去组合在一起。好，这样子一个组合，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花这一朵花的这个地方，这一层第二层，我们是不是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？这个第二层是不是就这样子这么简单？这个第二层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简不简单？是不是把它分解开来，这朵花就显得特别容易？我们第二层就这样子几笔，这么快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就第二层就已经把它画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层啊，再看一下第三层的这个花瓣啊，第三层。好，第三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它也是小的，也是深的，也是实的，还是一样的哈。第三层和这个第二层是一样的。那是同上跟这个第二层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个碎花瓣，都是这个碎花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层的花瓣，第一层的特征是什么？花瓣是大的，颜色是深的，物象是实的。那么我们画这个大花瓣怎么画？那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多调一点颜色，所以我们这个笔肚上要多沾一点底色。好。来，我们画第一层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2/3，把这个颜色晕上一点，调上一点哈，调上一点，调多一点，颜色会多一点。然后我们第三层的时候，我们要蘸一点，有的地方要调一点这个赭石，有些地方要加一点这个三绿，让它变成一点这种有一点绿、有一点灰的这种感觉。这个就是在最后的这个大花瓣里面才会加的这一些颜色啊。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哈，这样子一笔一笔的去推，这样子推，然后两边可以加上，两边可以去加，跟这个画这个反瓣是一样的，这种一样的哈。像这个大花瓣也会有一些正反的这种感觉哈，可以画出这些有正有反的这种感觉。
画一些这种小的花瓣去组合。橘子虽然说我们说它是大花瓣，但是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。我们不能说这个说是大花瓣就全部都是大花瓣，我们要有变化，有大中有小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像这些大花瓣，画出这种有正有反的这种组合来，这种大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画这个大花瓣，这个笔画一下，基本上它就没有颜色了。我们要再蘸一点这个颜色，再蘸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个纸没有了，我们换一张纸。好了，我们再示范这个，继续来示范这个大花瓣啊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底下的大花瓣是要加一点点这个赭石和这个三绿，还有底下这个大花瓣会有一些我们这样子去画，直接这样去滚哈，直接这样子去滚。滚的时候，这个笔要有这种提按的这种动作，提按的这种动作就会滚出这种，你看自然就滚出这种很有变化的这种花瓣来，是不是？它一下子就滚出这种有变化的这种花瓣来。还有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根部，可以两个花瓣去组合，两个花瓣这样去组成一个花瓣，让它有姿态一点啊。两个花瓣去组成一个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笔上画这个大花瓣很容易就没有颜色了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些大花瓣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拖一下啊。这种大花瓣也特别好看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大花瓣也特别好看，就像这个反瓣一样的方法画。那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啊，再画一遍。好，我们先要调色哈，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/3的地方，然后再调一点鹅黄，调一点鹅黄，笔尖调一点朱标，这个花瓣再画一下啊。家人们，这个花瓣再画一下，来，你们看一下啊。我们从这个根部画的啊，上来按下去哦，然后再调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每次画它肯定都不可能说画的一模一样，但是都会有一点区别。好，这个大花瓣它也可以从外面往里画，就是从这个外面往里画。再来画一下啊。加点颜色。我们画两个的时候，画这两个花瓣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大一小，有变化，不要两个都画成一样大，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点哈，这样去点有大的有小的这种点，这种点多了它也组成，点多了它就成了面，是吧？就自然成了，就自然会点出。你们点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大小，不要每一笔都点成一样大。这个3个太平均了，我们把它改一下。
就不要太平均了，不要每一笔都太平均了，我们要让它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，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瓣它才会灵动，才会好看。好，我们这个大花瓣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反瓣和正瓣的组合，我们来画一下啊，也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大花瓣看一下还有什么姿态的哈，还有这个正瓣和反瓣的这个组合。那我们先画这个正瓣，我们先可以把这个正瓣画出来，这样子正瓣你如果光画一个正瓣，它感觉像一个侧瓣一样哈。如果你再加一笔，这里再加一笔，它就感觉是一个正反瓣的这个组合了。这个是两个花瓣一个正反瓣的组合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先画这个反瓣，然后我们再去加这个正瓣，把它加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花瓣。怎么去加？这样子去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花瓣，一个正瓣和反瓣组合的一个完整的花瓣。这个大花瓣里面，这个大花瓣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瓣去组合。那大花瓣里面它也会有一些小碎瓣，画碎瓣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用笔这样去点哈，直接这么去点。那小花瓣也有这样去点的，这个大花瓣也有这么去点的这种小碎瓣，也有这种点的这种小碎瓣。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姿态的这个大花瓣，这些都是这些示范的都是这种大花瓣啊。就是我们每次画这个绣球形的，它下面都会有很多这个大花瓣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花瓣就示范这么多吧，再来画一个推的这个大花瓣啊。我们这个大花瓣有的时候这样子一笔一笔的推，一笔一笔的往上推，往上推。这样子推的时候，推中也带点，推中带点，这样子一样的要推出这种有变化的，不要一笔下去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。画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，这些花瓣这里可以趁着这个笔尖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，这样子随意的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种大花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，带点钩，像这个老的花瓣最开始开的这种花瓣，它最开始开，它都到最后它有点卷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到最后它会开的有点卷起来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也是一个两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中间的这条线就感觉是这个花瓣的这种褶皱的感觉。你看前面带一点钩，就感觉这个是这个花瓣它最开始开的，然后它这个花瓣它会有一点这种卷起来这种感觉，开到最后它会有一点这种卷起来这种感觉，画在这个画面上会增添这种动感。再换一次这个最后的，我们从这边带一点钩，按下去，笔按下去啊，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慢慢的提起来，走上来。好，这一笔下去，我们的这个笔上的颜料都已经画的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颜料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笔，
一样的要按下去，按下去，但是我们不要按的那么重呢，不要按的那么重，要轻一点，因为这两个花瓣它要不一样大哈，不要两个画成一样大，太平均了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你看这个尖尖，它就感觉这个花瓣最后有一点卷曲的感觉。再画一次，我就要把这些花瓣来组成一朵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把这些花瓣组成一朵花。先下笔带一点尖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拖一点，好，就这样子的。每一次画它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哈，没有说不可能说每一笔都画的一模一样的，稍微的这个颜色调的重一点，这个颜色调的浅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啦。